Hello，大家好，我是阿奇。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支很有趣的镜头，就是 Canon 一支相对新的饼干镜啊，就是 RF 28mm f2.8 STM 这支镜头，就是现在你看到装在 R5，我现在还 R5上面的这个超级薄的镜头。那从这个薄度，你们大概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比之前的50mm 跟16mm 那两颗所谓的饼干镜还要真的更接近饼干镜一点了。那整个拆下来，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真的是薄薄一颗，这个真的这是一个饼干镜吧？但是同时你不要忘记，这颗其实是一颗全幅镜头，就是代表你在 R5 上面呢，它是真的就是 28mm 的完整 full frame 的一个镜头。那同时，虽然说它很轻，120克而已啦，同时我觉得它至少在镜身上面比另外16跟50都好的，就是多了这个按钮的选择开关。因为之前如果说你要用手动对焦干嘛，然后你就只能够透过选单，然后去自己去选那个手动对焦、自动对焦。那至少现在你可以看到，在旁边你就可以选自动对焦、手动对焦，或者是切换成 Canon 他们自己的那个 Control Ring， 就是看你 Control Ring 那个设定是什么功能，这是什么功能。对我来说，可能最方便应该就是你可以选择成手动对焦、自动对焦吧。那 Control Ring 反正尤其是在这个镜头，大概是不太需要用到的。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那个镜头看起来是真的哦，好像很小的一圈而已。毕竟光圈最大才2.8嘛。那实际上它的表现怎么样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实拍可以先开始啊。所以我这边就分享一点点用这个镜头的实拍。最近天气是没有很好，所以照片是有点阴阴的。不过你多少可以看得到这个镜头，就应该算是一个蛮好，随身算是逛街也好，或者就是随身带着也好，因为真的是太轻巧了。你一颗镜头这样出门，照相你就算用 R5 这种相对笨重的机身的话，它其实还是很轻巧的一个机身。至于说它是没有防手震，你可以看它在规格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嘛，就是 RF 28mm， 然后 f2.8 STM， 它本身是没有 IS 的。但是至少像你在 R5、R6、R6 Mark II 等等，就是这些稍微高阶一点的机身，它都有内建防手震。在 IBIS 的，就是机身防手震的辅助底下的话，其实，在手持，我大概这个真的晚上吧，大概不太会真的用了。像手持录影底下的那个稳定度其实还不错，像比如说现在看得到的这段录影，就是用它来手持录影的，那录影起来其实你也不会觉得它有多大的震动啊。那其实日常用是 OK 的，还不错。加上镜头本身不贵嘛，才大概300块美金，大概就是9000多块台币吧。以一颗这么薄的镜头，然后等一下看到它成像品质那个部分，其实算是一个蛮划算的选择。对焦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 RF 镜头非 L 镜的那个水准，就是说不差，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你可以看到反应速度其实还算不错，这是稍微一点点的迟疑。对，我现在前后这样切换对焦，你可以看到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前后的迟疑，但是不是说不行，但是就是你真的拿来做那种叫做比较专业一点，像比如说你在拍一个活动，你在拍一个那种反应速度需求比较快的、比较大的那种主题的话，这样的迟疑的话是有可能一点点致命了，不能说非常致命。但是如果说你是日常用，就是你用来街拍也好，你出去吃饭方便拍一下也好，其实这样的对焦速度已经非常的好，也比以前很早期那种 kit 就是 EF 时代那是 kit 镜1855啊，或者是一些更早期的像 EF 40mm，那颗是有步进马达，大概跟这个差不了多少，但是还是比早期的那些镜头，就是比较便宜的镜头已经好很多了。
那另外一个相对的缺点，当然就是它的镜头其实会伸缩的嘛，就是我这样反过来哈，就是它在对焦的时候，我把光调亮一点，它在对焦的时候，它其实是那个框的部分其实是会动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前缘是会伸长跟缩短的。那有没有很严重嘛？是还可以，但是当然比起像 L 镜或者部分镜头它是内对焦的话，还是多多少少你就觉得它前后凸来凸去的话，是有一点点的烦，跟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安全吧。但是就一般用途其实是可以接受，就是另外一个关于对焦不是那么的满意的地方的话，其实是它在对焦的时候，这个步进马达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声音，跟 L 镜用的那种更高阶点的马达还是有一些明显差距。那当然它的体积跟价钱也不一样，所以那一点点声音的话，你也只能忍它了。大概从影片那里，大概你看可能很难听得出来。我试试看，我不讲话，然后看大家听不听得到哈。OK， 不过也许是听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那个对焦的声音就是会有，就是那种吱吱吱那种很轻微的声音，比起很早期的一般对焦马达那种拉风箱的声音是已经也是叫做好很多，但是就是还是会有个声音在那里。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它的成像画质的部分了。那成像画质的部分就老样子，我就是用 NTF Mapper， 然后再拍那种标准的图，然后再换算成比较熟悉的中间成像边缘跟最边边的画质。那实际上这个镜头的表现完全出乎意料的好，让我原本以为像这样的一个饼干镜头，然后加上你看它的镜头，就是实际上光学的部分好像真的没多大。原本以为了不起的话，就跟50mm 或16mm 差不多，就是说中央还不错，但是边缘就及格范围吧。但实际上这个镜头的表现真的是蛮好的，你可以看到中央的表现已经非常的好，那边缘的部分其实也一点都不差，甚至跟以前比较早期的一些所谓的 L 镜，搞不好也落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了，就是已经可用性非常高。然后解析度，你看到如果在 R5上面的话，分数几乎都在2000分以上。那基本上这样的表现，完全的你不会觉得说这个镜头成像是差的，而且是应该叫做好的。那实际上从一些实拍放大局部来看，应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表现很好。OK，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微距能力，像 Canon 的一些好些的这种等级的镜头，像比如说 RF24啊、35啊、85这几颗的话，它都有挂 Macro 嘛，就是它的放大率都可以到0.5倍的。这颗虽然说没有到那么好的一个微距放大能力，实际上其实也不差。就是说它的微距能力在最近拍可以到23公分。然后微距放大是0.17倍，那0.17倍，当然你不能真的拿来拍太小的花或者是太小的昆虫，而且实际上广角镜头你也不太适合拿来拍生态，因为太近太广，不好控制，不是说真的不行。那实际上0.17倍，你从像现在看得到一些实拍，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放大能力在日常，包括像比如说拍猫或者是拍食物，其实都很够用了。那至于它的微距成像，我放大一些局部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微距的品质也是蛮好的。至于说矿耀光的部分，其实算 OK， 不到非常好。比如说你现在看到影片中，我是对着一个有4个灯泡的电风扇的天花板去拍，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在就是灯泡扩散，就是那个点光源扩散那边，其实是有很轻微的一泛
蓝色、绿色带一点点紫色的光线啊，但不是说真的很严重，但是都是在，所以耀光的部分是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在日常使用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好，我们最后来小结一下这个镜头，这是 RF 28mm f2.8 的这个饼干镜头，最大的卖点，我想应该就真的是很轻巧、很薄吧。因为其实我相信应该有不少人都还蛮喜欢饼干镜的，我也是还蛮喜欢饼干镜的。像那时候 RF Series MM 2.8一出的话，那时候也是买了一颗来玩。那基本上这么薄的镜头，其实就最大的好处真的是你出去用很方便，然后你重量不轻，这样随手一塞。如果再用个相对小一点的机身上，比如说 LP 啊，或者是 L8 这种相对轻的机身的话，用这个镜头应该就更合了。你当然你用在 APS-C 机身也是可以，就是你用在 L7、L10 上面是可以，只是你这样的28镜头就会变成等效大概45mm 左右，也不是不行啦，就是一个算有点像人像标准镜吧。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镜头的那个光学表现其实是出乎意料的好。也这么薄，但是它的整体无论是中央成像也好，它的边缘成像也好，它的表现其实是令人非常满意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一个轻巧，平时不想要带太大的镜头出门的话，那这个镜头还是值得可以考虑。可以选择来入手，毕竟大概9000多块的价钱，其实也没什么好挑的。就是以这个镜头，你就算买一个以前的定焦28mm f2.8都没有这么好的表现，所以整体来说，这个镜头还是蛮值得推荐的。就唯一刚刚说稍微我觉得比较明显的缺点，算是对焦速度跟对焦声音吧。还有我可能没有特别讲到的那个呼吸效应，就是它在呼吸效应上，这个镜头是稍微比较明显。虽然说我不是那么的在意，但是问题是有，不是没有。不过现在新的机身都有一些补偿了，所以也是可以接受了。所以 anyway， 如果有兴趣想要轻薄的镜头的话，这颗是可以考虑。那就今天就谢谢大家，那就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其他的镜头或者机身或者其他事情吧。好，拜拜。